周总，你找我？进。回头是岸的研究报告我看了，很详细。总部对之前的弹核很不满意，新的项目必须要尽快的见到成效。具体该怎么做，你心里应该明白。您的意思是换皮回头是岸？换皮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我们之前都是借鉴国外的成功案例，现在对腾达直接下手，是不是有点危险啊？学习精髓，融会贯通嘛。明白。周总，还有个有意思的事儿，我们之前托猎头公司找有经验的策划。猎头那边真找到了，但是您肯定想不到，他们推荐的人是裴谦。什么意思啊？重名了？不是重名，就是腾达的裴谦。猎头那边应该不清楚裴谦的身份，以为是腾达流出的普通员工，就联系了。我在想啊，是不是裴谦买通猎头公司，演戏给咱看了？他图什么呢？是不是你搞错了？他是来跟天火谈合作的呢？不是，我问过了，这个裴谦就是来应聘的。说实话，我也觉着挺怪的。但甭管这个裴谦啥目的，他肯定是不怀好意。我让你可滚蛋！等着。我不是让你泡茶，顺水推舟。我是说你让他来，顺水推舟，将计就计，给他几天试用期，看看这裴谦葫芦里到底卖了什么药，也正好打听打听腾达的秘密。高，还是周总技高一筹，我马上去安排。就知道泡茶。先生，这儿多久了？刚来。他在那里5分钟了。姐，手放下，姐。这2天你有没有看到裴总？他公司也没来，公寓也没有，发微信也不回。前2天倒是给我打了个电话。借钱。你说吧。
也把他藏哪儿去了？我可以交赎金。行，我可以交赎金。现在走。各位，裴总这几天在外面有大项目要忙，不方便和大家联系。大家手头上的工作照旧，过几天裴总就回来了。裴总这是神人，神出鬼没的。大项目，他还不偷偷休假去了？有裴总这样的榜样，我一定会把它做好的。什么大项目？为什么不能带我？没想到裴总真的来上班啊，而且这身行头也真够轻盈的。周总别开玩笑了，我现在已经不是腾达 CEO， 而是天火工作室的一名策划。这么长时间不见，裴总还是那么爱开玩笑。我没有开玩笑，我是认真的。既然你这么真心，那么我就当真了，小裴。小裴，周总，你脖子不舒服啊？打岔。周总，不好意思，我对这些业务不太熟练。不过你放心，我以后都会努力改进的。虽然你肯定会想到我离开腾达来天火是别有用心，但是你放心，我以我的人格担保，我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天火的任何事情。而且我是真的很需要这份工资。小裴，你的人品嘛有目共睹。既然决定来上班了，我就不多问了。但是小裴，来了天火就得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在试用期好好的表现，不要再有腾达的那些坏习气，好吗，小裴？对了，周总，想麻烦您个事儿，就是我来天火工作的事，能不能不要跟别人说啊？可以，去忙吧。该死的小裴！小裴啊，这是策划部，你试用期间呢就跟着我，在策划部参与游戏设计，有任何问题你就问我。这是你的座位，这是我的座位，咱们交流起来方便。交流起来方便，我看你这方面真是我。我们天火和周总很重视你，给你安排的人力座位共占面积比别人都大，但是这是要计入成本的啊。等你成为正式员工，你每年创造的利润超过人力资源共占面积之后，公司自然会有嘉奖的。我上个班还要算这种公摊面积？坐。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新来的员工裴谦，原来在试用期，大家多照顾啊。我们天火不像腾达那么自由散漫，公司里就不要戴帽子了。哎，这不是腾达裴总吗？他来咱们公司上班干嘛？不知道。什么情况？同姓？对啊。怎么可能啊？之前他来过，我亲眼见到过他。大家不要闲聊了，接着干活。小裴，来，你的工牌。这个呢是我们的员工手册，你熟悉，工作回头给你安排。您是腾达的裴总吧？不是啊，同名同姓。不是，上次
腾达到天火来参观，我见过你啊，您就是。共同推动游戏产业的繁荣发展。好。这位老同志，我怎么可能是腾达的陪送的？如果我是腾达的陪送，我能来天火当个策划吗？周总能同意吗？只是长得像，啊，还有啊，你已经跪了很久了，起来吧。哎，我什么时候跪下了？小黄，让裴真过来一趟。好，周总。喂，是游戏策划部的小雨吗？周总让你部门的裴谦去一趟他办公室。赵总，周总秘书说让咱们部门裴谦去见一下周总。好，知道了。喂，小魏啊，小飞在哪儿呢？周总找他。好的，收到。裴总，刚才赵总打电话给我说，周总让你去找他一趟，你去吗？那不然呢？稍等。周总，小裴现在可以去找周总。好，知道了。喂，赵总。小雨啊，小飞这会有空，问一下周总方便吗？好的，我去确认一下。周总，裴谦现在可以过来，您现在方便吗？可以，让他来吧。周总，你们公司效率也太低了，我都在门口等5分钟了。小裴，你出一份报告，把你在腾达做游戏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没问题，周总。名字我都帮你想好了啊，就叫腾达游戏的优与劣啊，总结分析一下在腾达做的每一款游戏的成功原因和不足之处，越详细越好。那大概什么时候要啊？明天。效率也要提高一点嘛。过去2分钟了。什么腾达公司的优与劣，不如叫我的罪罚。亚健康应对方法，赴死赔偿。这电脑遗产够丰富的。你没来之前，我坐这儿。啊。周总好，赵哥好。今天我要汇报的是腾达游戏的劣势。等等 ，PPT 呢？时间太短，来不及做。毕竟小裴才刚来，对天火严谨高效的风格还不太适应，今天就破了一次。来，给我报告看吧。预约会议室了吗？我约了2点到3点。走 OA 预约流程了吗？走吧，没看周总在呢，回去预约。走。小裴啊 ，PPT 来不及写，这报告怎么着得写够5万字吧？5万字？那高考作文才多少字啊？上来。接下来我还有个会，抓紧时间，你就口头汇报吧。啊，那我就开始了。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孤独的公路》。其实这款游戏能火已经很不科学了，因为它只是我当年众多被 pass 掉项目中的其中一个。从制作上来说，简直粗糙到令人发指；从游戏机制上来说，它简直对玩家是一种折磨。会火，嘿嘿，可能这届玩家口味比较重。小裴啊，你说你是真心来天火上班的，这就是你的真心。我说的都是真的。小裴啊，说神将契约吧。我就说嘛，裴总是来给他们培训的。我其实是选择了一个已经过时的卡牌游戏，是马洋设计的。
他不知道从哪看了一本盗版的古希腊神话，里面的人设也是驴唇不对马嘴，他还魔改，原画是那个阮光剑设计的，他也是应付了事。这种游戏都能有人玩，我真是想不到。好，据我所知，神将契约取胜的关键是你们舍弃了卡牌游戏最常见的氪金内购，不仅发福利，还让所有的玩家都一律平等。只要购买最基础的10元会员卡，就每天能免费的抽100抽，让普通人不用花很多钱就能享受到抽 SSR 的乐趣。周总，你也玩？小裴呀，如果你打算一直东拉西扯下去，周总怎么能感受到你的诚意呢？不是，该怎么向你们表达我的真心啊？我对你们是……接下来要去开会了，你呢？想明白了再来找我啊！哎，周总，哥，你试试我的呗，够劲。谢谢啊，哥，你有空吗？能不能帮我看一眼 PPT？ 谢谢你给我这机会啊。你这模板就不行啊？啊？不是，我之前在复辉都用这个模板，这不是通用的吗？上午这种风格啊，在复辉兴许可以，但在天我是绝对不行的，太简陋了，拿不出手的呀。这样啊，你去那个 VIP 专项里找那种简约大气的。不是，我上班写 PPT， 我还花钱啊，我付费打工啊。对呀，天天用谁不充钱呢？我都充到 V8了。还有啊，我跟你说啊，你看你这版面设计啊，太乱，一点不简洁，而且色彩单一，不抓人呢。色彩单一不抓人。我离开复辉太久了，我这技能我都生疏了。裴总，哎，我就知道你是裴总，你别装了好不好？你是不是有什么计划呀？我嘴可严了，我谁也不会说，我连明晚都不说。有机会我请你吃饭。裴总，你看着我啊，就真心想帮你这个份上啊。等有一天你收购天火的时候，你不开除我行不行？我快35了。你才35啊？对呀，我天天被电脑辐射，我肯定显老啊。我的头发是遗传的，这白头发，我爸也这样。周总，吃口肉。这个裴谦这会儿正乖乖做 PPT 呢。哼，他倒是挺能装。今天让他汇报腾达游戏经验的时候，说那些没用的来敷衍我们。甭管他有什么阴谋，只要是来了天后，周总让他掏什么，他都得掏。看他演到什么时候。周总，赵总，看什么？根据天火的工作习惯，我又重新梳理了腾达过去发布的几款游戏。首先，我们将从4个维度分析第一款游戏《孤独的公路》。这款游戏之所以成功，首先，第一层我们要梳理它的底层逻辑。这款游戏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强化认知，明确用户画像，通过宣传布局，成功辐射更大圈层，从而实现转化。第二个游戏《神将契约》，核心打法是什么？是抓住用户心理。切入点是什么？是解读用户心智。核心竞争力游戏是对齐用户需求。到了回头是岸，我们已经做到将用户的偏好彻底吃透。通过设计上的自觉性，对魂类游戏进行内容迭代、玩法升级，打通部位市场。细腻、立体、简单，成功出圈，让无数玩家成为社交裂变链条上的一环。
小裴啊，周总还有什么吩咐啊？这次的汇报有进步，就是涉及到营销策略的部分，可以再细化一点点。周总是这样的，这个 PPT 篇幅有限，我又做了更详细的书面报告。错，很不错。我们接下来有一个会要开，小裴，先去忙吧。周总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你呢，做过很多款的爆款游戏，公司也需要你以往非常丰富的成功经验，加上我也非常的信任你。这样吧，你先去做一款新游戏的策划方案给我看看。好。他这公道态度，不清楚的，还真以为他是来上班赚钱的呢。虎落平阳被犬欺啊，自己选的路嘛。PPT 往里面加一点胡编乱造的话术，翻译过来一看就是废话。哎，不回的记忆又回来了。要通过试用期，就得把这个策划案写好。但我之前在腾达做的游戏，虽然最后都无情的成功了，但一开始我的方向是奔着亏钱去的。你们说，如果我要想写好这个策划案，是应该奔着亏钱去做，还是赚钱去做？肯定奔着赚钱去的呀！一眼就亏钱，周慕言那边怎么通过啊？得往亏走啊！之前能赚钱，是因为底层逻辑是奔着亏钱去的，所以才能剑走偏锋出东西。那要这么说的话，之前能够赚钱，难道是因为我真的有点东西啊？你那是邪门，但腾达走到今天这一步啊，那些员工还真是听了你的指令才执行的。哎，你之前啊还总说别人是背刺侠，也冤枉别人了。是啊，其实我也有很大责任，不应该全都怪他们。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干嘛？怎么了？哎，你这个人是不是新特助啊？不能吧？哎，你们看他是不是新特助啊？那个粉头发的。哎，他是有点像新特助啊，但他这个妆更像我在埃及博物馆看到的艳后啊！我去找他喝一杯。你们也别去打扰人家，人家可能也不想在休息的时候遇到同事呢。对呀，他平时这么端着，今天难得放松。裴总没在，你说我们就这么出来玩，不好吧？哎呀，老黄，你放松一点，现在是下班时间，做人最重要的是劳逸结合嘛。哎，说起裴总，好久都没有见到他了。你们说他现在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呢？裴总应该跟我们一样啊，在充实自己啊！来！不是，你干嘛？不是让你倒茶，给我解释解释。哦，你这么做游戏，是让公司奔着盈利去的吗？周总是这样的，这个是 Plan A， 风格是比较激进，想法也比较跳脱。我知道比较难落地，所以我又做了一个 Plan B， 这个就非常稳妥，非常适合我们现在的风格，也符合你们的需求。这个 B 方案我也看了，是好落地，但是呢，太常规啊，缺乏创新，很难跟玩家之间产生情感共振，也不像小裴你过去的风格。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有什么顾虑？我没有顾虑。如果真的要说现在做的游戏跟之前有什么区别的话，因为我之前都是在用逆向思维做游戏，跟你们的风格怕不太符合，所以我才做的2份。还是有顾虑的嘛？我真的没有顾虑。如果你非要说有什么顾虑的话，那可能之前的游戏不是我一个人做的。之前的游戏那都是腾达员工共创的结果。
周总，你喝茶。小裴啊，我看这样吧，回去想想办法。正好我们新项目也需要人，你就把你那些老搭档都介绍过来，你们继续强强联合，在天火发光发热。他们可能不太愿意来天火。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来？因为他们都是温室里的花朵，受不了这样恶劣的天气。朋友们，跟你们讲个笑话呀！刚才居然有人给我打电话，竟然要挖我去天火了。天火，疯了吧？包哥，你也接到了，我也接到了。对面说是猎头，还说天火负责人指名选我，这什么新型诈骗？喂，你好，林婉小姐吗？听说您最近已经问了很多人，要不要从腾达跳去天火？腾达和天火都是国内知名的游戏公司，互相挖人很正常。就像您，据我所知，不也是从天火到的腾达？腾达福利好，但福利嘛，又不能当饭吃。我们还真能当饭吃。我们老板开家私房菜服务员工，我们可以随时免费过去吃。腾达还提供了免费的健身卡和公寓，假期还特别多。天火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福利和带薪休假呢？林小姐，这个福利嘛都是小事儿啊，工作嘛还是讲究个性价比，得有自己的职业规划。你看你这么年轻，总不能在腾达养老吧？你算算啊，你说你才刚来，要在腾达熬到主要策划的位置，得多少年？吴先生，我看您年纪也不大，您什么时候能从猎头熬到猎头主管啊？至少在腾达，我们有很大的自主权，只要有好的 idea， 老板就会支持你。林小姐，那我就直说了，天火许诺，只要你肯回去，他们愿意出比腾达多1倍的工资。他们真的知道我在腾达的工资是多少吗？当然，我们诚聘深耕游戏行业多年，业内的平均工资还是有数的。确实，你们工资是高，但如果天火出多1倍，这数字那可远低于业内平均水准了。这是月薪。月薪？林小姐，我做猎头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从来没有，太不合理了。我们老板确实和所有人不一样。林小姐，请问腾达还缺人吗？我已经跟猎头说得很清楚了，不管他们在腾达工资多少，来了就翻1倍。结果一个来的都没有，肯定是裴谦，肯定是裴谦在背后搞小动作了。我说怎么可能啊？裴谦怎么说？我直接怼到裴谦脸上了。他被我问的那是哑口无言，无地自容啊！游戏方案一个拿不出来，人一个不给咱挖过来，这是铁了心要跟他对着干啊！交底那是不可能交底了，想要试出目的也没那么容易。反正我们现在已经拿到腾达游戏之前的营销方案了，虽然说有些可惜，但是留着说不定麻烦更大。想个办法，把这尊大山从我们这儿迁走吧。这会儿他试用期也快到了，我一定好好的把他给送走。小裴，赵哥，早上好啊！早上好，吃了吗？还没呢。几点了？ 8点。你已迟到。
现在几点了？8:01。公司规定不能迟到，迟到1分钟扣半天工资。赵旭明，赵哥，你全名叫这个？你呢？我叫裴谦啊。我问你的工牌呢？所有员工上班必须佩戴工牌，忘记一次罚半天工资。那我今天白来了。谢谢啊。所有员工上洗手间不得超过10分钟，每超过1分钟罚半天工资。半天？小裴啊，最近你的一些情况呢，徐明都跟我说了。HR 那边也反馈了很多，我知道你很有个性，你想坚持你现在这个态度也没问题。只不过呢，你要明白一点，路都是自己走的，后果也需要自己承担。所有员工收到领导消息后，超过10分钟不回复，一次扣半天工资。所有员工不得在办公室玩手机，被监控拍到一次扣半天工资。所有员工每晚10点前需提交工作日报，漏交一次扣半天工资。上班时间不能聊与工作无关的内容，发现一次扣半天工资。员工每日必须严格遵守公司着装要求，违反一次扣半天工资。上班时间不准叹气，传递负面情绪。天啊，赚钱的速度赶不上扣钱的节奏，这是倒贴上班啊！上班还不让我玩手机，他们不给我布置工作，我连工作日报都写不了。所有人立刻到会议室，开启动能回的项目会。来活了，任务紧急，这么短周期要做游戏，根本就不合理。这么短周期，你先不能去，那我能帮忙做些什么吗？那你帮忙去买些咖啡吧，一般要拿铁，一般要美式。美式呢，1杯是热的，其余都是冰的，其中3杯少冰，其余正常。拿铁呢，2杯要冰的，其余都是热的。冰拿铁1杯要3分糖，1杯要加浓。热的里呢，1杯是燕麦奶，其余都是牛奶，其中2杯3分糖，1杯5分糖，其余是标准糖。听懂了吧？赵哥，再说一遍。不行。一般小说落跑的不应该是裴总夫人吗？怎么这回是男主，还这么久都不回来？玲婉，你来上班啦？裴总今天还没来吗？哎呦，印堂，你是不是也不开心啊？也想裴总了？哎。怎么还在挖这种不经意加班的朋友圈啊？周慕言根本不看啊！裴总，
裴总，我的妈呀！你真的在这里？你先别喊妈，你赶紧给我说清楚，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哎，老徐，裴总，你别跑，我已经找到你了，你赶紧跟我说清楚，你为什么在这里？裴总，裴总。我去，这一阵。我看到朋友圈的时候还不敢相信，你到底为什么跑来天火？你在这做什么？这个事儿他就……这个事儿吧，他就有点说来话长了。你拿这些干什么？不是最近开了个新项目嘛，天天加班，我就给他们买点咖啡啊、宵夜什么的。你在天火给他们的员工买这些啊？哎，我跟你说，我以前就听说过天火可怕，现在我真是亲身经历，比起傅威来说，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天火是这样的，他们不光做游戏没有底线，他们对员工也是丧尽天良。我就没有在12点之前下过班。对啊，而且夜里2、3点还要回领导消息。哎，我跟你说，早上8点还强制要求我打卡，全是隐性加班，没有加班费，所谓调休更是诈骗，请假根本不给假。我告诉你啊，就这个工牌，我已经3次忘带了。我告诉你，每一次忘带，我都要扣半天工资。我这几天熬夜，我熬的脑子都笨了，根本不记得。我给你想一个办法，你在人事部多买几个工牌，一个工牌50块钱，别在每一件衣服上，这样你不管穿哪件衣服上班，都不会忘。果然是前辈啊！唉，你看看，还有这么多人在加班。我得走了，我这咖啡得给他们送下去。啊，你先去。不对呀，裴总还没告诉我他为什么在天火。裴总，裴总。We're dancing on a broken beat. The weariness is spilled out. Watching as the colors fade away. Your silence is a fortress, and I whisper all the words that get to your heart. So hard to hear the truth, but when I get too close, the buzzing in the air, while the static's getting louder. Shadows dance. And my hands against the glass, holding back the clouds with the city inside. Can you see the weight behind his pain? His smile I'm wearing, I'll never let it show. Curating all the highlights in my story, filter out shaky frames from my glory. All this noise and mess needs some rest. If you need to say goodbye and just let it out, baby, I'll get by. If you're bearing the ache with every single breath you take, then I'm watching it escape. I'm falling through the space into the silence you make. Just a flicker in the dark, we're saying out of your name. All this noise and mess needs some rest. Berlin, I move gently through the ruins.
and reach to you before dawn. I want you to keep believing. Darling, let's take it slow and play our part to fool our hearts in the static. This buzz in the air.